我每天晚上都会把老婆锁在屋里，然后自己拿着一把生锈的割网刀，趴在门口守到天亮。村里人都骂我不是东西，说我白天打老婆就算了，现在晚上还要把她关起来，连最后一条活路都不给。可他们不知道，我所住的不是她的自由，而是怕讨债的混混半夜摸进来把她拖走。我是个穿越者，一觉睡醒，发现自己竟穿到了一个落后的小渔村，成了一个输光家产、欠下高利贷，还准备把老婆卖掉抵债的烂赌鬼身上。原主带着2个混混进门抓自己的老婆，结果在争执中撞在桌角上，一命呜呼了。我是个钓鱼佬，也是靠海鲜生意起家的狠。前世一次海钓，遇到了一只巨型龙螯，由于它的体型过于庞大，鱼线直接被它拉断了。而我不想放弃眼前的巨物，我抄起一旁的重型弹射鱼枪，直接跳下水，凭借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和手中的装备，成功将其捕获。可还未等我高兴，不知何时，在我的身旁不远处，平静的水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漩涡。我拼命往外游，却无济于事，和他一同被卷入了漩涡之中，便昏迷了过去。就这样，我穿越了。老大那废物没气儿了，这小娘们长得水灵，咱们兄弟今天有福了。瘦猴满脸奸笑，我猛地睁开眼，视线穿过昏暗的破屋，2个男人，一胖一瘦，正将一个浑身发抖的女人死死堵在墙角。那是原主的妻子秋月。带头的穿黑皮夹克的胖子王金彪冷笑一声，伸出脏手，一把抓向秋月的衣领。负债妻偿，老子先来！我梳理完所有的记忆，开始正式接手这个地狱开局。秋月绝望的尖叫，死死闭上了眼睛。就在这个瞬间，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腰腹绷紧，右腿抡圆，带着恐怖的风声，一脚踹在刺人上。王金彪180多斤的身体直接横飞出去，在泥地上接连翻滚，重重撞在烂砖墙上。我活动了一下手腕，没想到这具身体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怪力。彪哥，瘦猴吓破了胆，连滚带爬的跑过去扶人。你没事吧，彪哥？我没有停留，大步上前，一把将缩成一团的秋月拉回来，严严实实的护在身后。王金彪咳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泥水，睁着绿豆眼，活见鬼一样死盯着我。林海，你他妈居然没死！他一把推开瘦猴，恼羞成怒地爬起来，咔嗒一声，从兜里拔出一把弹簧刀，刀尖直指我的命。林海，你敢踹老子，活腻歪了是不是？老大，你看他还护着那妮子呢，今天连他一块废了。瘦猴躲在王金彪身后，指着我叫嚣。我拍了拍手上的泥水，冷冷地看着王金彪，一步步走过去。王金彪被我的力气吓到了，后退了一步，随即又挺直腰板。是昨天你自己说的，你欠我200块外加100块利息，你还不上就把你老婆卖给我们抵债。我嗤笑一声，拿老婆抵债，那是昨天的我说的话，关今天的我什么事？老大他想赖账。王金彪恼羞成怒，上去摁住他，老子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瘦猴一个踉跄朝我扑来，我没躲，抬腿一记刚猛的正踹，直接将他推飞。我的目光转向王金彪，见手下瞬间被秒，王金彪肉眼可见的慌了，他死死攥着弹簧刀状态，手腕一翻，恶狠狠地朝我腹部捅。王金彪那斤180斤的肥壮身躯重重砸在后面桌上，木桌瞬间散架。老大！地上的瘦猴惊叫，我没给王金彪喘息的机会，一步上前，膝盖顶住他的后背，一把夺下他手里的弹簧刀，冰冷的刀刃直接贴上了他的侧脸。刚刚还嚣张至极的王金彪，此刻被压得动弹不得，冷汗瞬间浸透了黑皮夹克。钱我可以还，不过我还需要时间。我用刀面拍了拍他的脸，你现在弄死我1分钱都拿不到。林海，你敢动我，我大哥！你大哥，他要是知道你把钱弄丢了，你猜你会是什么下场？我压低声音打断他。王金彪声音发飘，你胡说什么？我记得原主那个烂赌鬼，前2天听墙根的时候，听到王金彪把一笔巨款搞丢了。看着王金彪狗急跳墙的样子，我猜他根本没上报，正准备要一笔账跑路呢。我站起身俯视着他，7天，我连本带利给你300块，但是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滚！你放屁！你3天前就是这么说的，老子凭什么信你？我没废话，从废墟里摸出一截炭笔，扯过一张破纸，刷刷写下一张字据，一把拍在他的胸口。我盯着他的眼睛，犹如饿狼。那你要是再敢来惹事，别怪我不客气。王金彪死死捏着那张纸条，权衡片刻，后退了2步。行，老子就再等你7天。7天后，你要是拿不出这300块，我们走着瞧。滚！彪哥，等等我！哎呦！屋内死一般寂静，只剩下门外的风声。我扔掉手里夺来的弹簧刀，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这具身体里刚刚被激起的暴力与杀意，转过身看向缩在角落里的秋月。秋月对上我的视线，死命往墙角缩了缩，双手紧紧抱住膝盖，眼泪瞬间决堤。你还要干什么？听着他的呜咽，我心头一阵发紧，暗骂原主真是畜生。我脱下身上那件还算干爽的外套，走过去蹲下，不顾他的挣扎，披在他的肩膀上。别怕，从前那个混蛋已经死了，从今往后谁也不能再让你受1分委屈。我说的。
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改变，他的哭声越来越大。林海，你个王八蛋！我抱住他，任由他发泄着这几年积压的恐惧和委屈。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平静下来，低下头，只剩下几声抽烟，手上还死死攥着我披给他的那件破布衫。我松开手，站起身，目光扫过四周，泥墙漏风，木桌散架，没有钱，没有粮，什么都没有。我从墙角一把抓起个破网兜和一把生锈的铁钩。我先去弄点吃的，你在屋子里躲好。等一下，你把外套穿上吧。好。说完，我穿起外套，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门外的狂风暴雨中。我先去了离得比较近的村口浅滩，顶着暴雨翻找了半天，根本找不到能填饱肚子的活物。看来想要破局，只能去别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凭着原主的记忆，我顶着暴雨在泥泞的山路上狂奔，直奔村子几公里外的黑龙深潭。站在陡峭的黑礁石上，下方是翻滚的墨色巨浪。这里对其他人来说是禁区，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机缘。作为前世顶级渔王，我从小跟师傅学闭气的法子，靠着闭气时间长，在海里讨生活。后来靠着海鲜生意，成了远近闻名的海鲜大王。本以为能享受享受，没想到给我干穿越了。好在原主虽然烂赌，但还有个强悍的身体，加上我的闭气法子，可以到更深处去寻找更好的海货。我始终坚信，风浪越大，鱼越贵。我脱下外套，纵身跃入海中。昏暗的水底一览，我辨明方向，径直朝更深处的礁底前去。就在我准备搜寻猎物时，一扁涂上一股强横的海底暗流，毫无预兆地从侧面涌进。这股力量霸道至极，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地拽住我的身体，狠狠向前方那盘犹如剃刀般锋利的珊瑚礁石上撞去。这要是撞实了，瞬间就会被开膛破肚。操！我心中暗骂。在即将撞上暗礁的千钧一发之际，我腰腹核心猛地收紧，双腿在水中一个极限扭转，右手如鹰爪般探出，食指如钢钉般狠狠抠进了旁边一块坚硬的花岗岩石缝里，指节发出闷响，手臂上的青筋暴起。我就这样死死挂在岩壁上，足足撑了1分多钟，暗流才终于过去。我缓缓吐出一口水泡，刚准备松开抠住石缝的手，眼角的余光却猛地一拧，就在我手指抠住的这道狭长石缝最深处，一抹刺眼的金黄色灵光在水下闪过。野生大火，这年头近海早就被绝户网捞得差不多了。看着体型的流线和鳞片的光泽，绝对是一条足有4、5斤重的极品老海货。这在镇上的国营饭店里，绝对是能换大钱的硬通货。我没有丝毫犹豫，左手的生锈铁钩瞬间弹出，噗的一声，钩头语塞，发力拽进网兜。黄鱼突出的瞬间，血腥味散开，前方水流突然发直，一团庞大的阴影无声逼近，一只露出2排洁白牙齿、面带微笑的大白鲨缓缓向我游来。这个鲨鱼体长3米左右，它应该是闻到了黄鱼的血腥味，但它没有立刻攻击，而是围着我游弋，似乎在计划如何抢我的货。水下光线昏暗，那张长满倒刺的巨口微张，嘴角诡异的上扬。突然，微笑瞬间收敛，大白鲨如鱼雷般猛然加速，直接用庞大的身躯朝我正中冲撞。我双腿死死在岩壁上一蹬，惊险闪躲，鲨鱼擦身撞在礁石上，强大的水流掀得我连翻2圈，一击不中，它迅速折返。我们在深海中死死拉扯了几个回合，他终于失去耐心，再次露出那张恐怖的笑脸，张开血盆大口，直奔我手里的网兜涌向。我没退，在这片海，抢我的猎物就是找死。左手护死网兜，右手反拔腰间的割网刀，在他咬下来的千钧一发之际，我一脚重重爆踹在他最脆弱的臂尖上。大白鲨身形猛地一顿，借着这个空档，我右手挥刀，一刀狠狠拨开他的腮裂，鲨鱼血瞬间在海水中弥漫。大白鲨赤头发红，剧烈翻滚着，搅起漫天泥沙，最终忌遁地看了我一眼，一甩尾鳍，遁入深海。他逃窜时，巨大的尾鳍重重拍击在下方的礁底，泥沙如沙尘暴般翻涌，几块碎石崩塌，被这股狂暴的震动掀翻了老巢。泥底深处一阵剧烈速度，2只通体发青、钳子比成人拳头还大的野生巨型青蟹被迫窜了出来，张牙舞爪的朝我挥舞。好家伙，买1送2！我冷笑一声，水下灵活避开蟹钳攻击，双手同时探出，一左一右，精准死扣蟹壳2段，将这2只足有3斤重的极品天蟹一并塞入网兜，拉丝成茧。大概又过去了2分钟，感觉到肺部终于传来了一丝需要换气的警告。我见好就收，双腿猛地一蹬海底礁石，借着浮力，带着沉甸甸的像一支离弦的箭般向海面急速上来。哗啦，我破水而出，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大口贪婪地呼吸着空气，隔着网兜看着里面剧烈翻腾的金黄色大黄鱼和张牙舞爪的巨型青蟹，我眼底闪过一丝狠厉。我拎着网兜游向岸边，脚刚踩上湿滑的沙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前方不远处的礁石后却突然闪出3道阴冷的身影。3个人穿着破雨衣，手里提着带倒刺的鱼叉和生锈的铁棍，呈扇形死死堵住了我回村的必经之路。看清中间的人的脸，我眼神一凛，这是村里的老流氓赖皮狗，平时专跟着王金彪干些催收打杂的脏活。哟，我们林大赌王原来在这儿啊！真是叫老子一顿好找啊！赖皮狗目光贪婪地盯在我的网兜上，看到那条大黄鱼，眼睛瞬间直了。哎呦，你这废物居然也能捕到鱼啊！这样吧，你把东西留下，哥几个给你留一口气儿，怎么样啊？
他身边的几个小弟也跟着大笑。我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眨，甩了甩生锈铁钩上的水珠，目光像看死人一样扫过他们。滚开！好狗不挡道！笑声戛然而止，赖皮狗旁边的一个混混勃然大怒，举起铁棍当头砸下。我微微偏头，铁棍擦着耳根砸空。借着他前扑的破绽，我往前猛跨半步，右手铁钩的粗木柄狠狠向上撩击，精准砸在他的下巴上。混混惨叫着倒翻出去，满嘴是血的砸在沙滩上。一起上，废了他！赖皮狗大惊失色，大吼一声，和剩下的一人端着鱼叉同时向我扑来。我侧身滑步，一把抓住刺来的鱼叉木柄，右腿如钢鞭般猛然发力，一记势大力沉的侧踹狠狠扫在另一人的肋骨上，那人也被我打飞出去，捂着肋骨在泥水里哀嚎。最后只剩下赖皮狗，他握着鱼叉的手已经开始发抖，他大概也想不通，这个平时被人随便拿捏的烂泥，怎么突然变成了杀神。我一步上前，夺过他手里的鱼叉，膝盖猛地发力顶在他的腹部。赖皮狗嘴里甩出口水，像一只熟透的虾米一样弓起腰，重重跪在泥沙里，但他似乎并不害怕，甚至还有一点兴奋。你倒是打爽了，就不知道你那水灵灵的小娘们儿。王金彪刚才那般狂妄，怎么可能轻易被我几句空头支票吓退？我脑门上瞬间惊出一层冷汗。他料定了我要出门，特意派人在这儿拖住我，他自己去杀回马枪了。你们把秋月怎么了？我把赖皮狗踩得他肋骨咯咯作响。赖皮狗一边吐血一边狞笑。彪哥说，既然你敢威胁他，那小娘们她今天就先收了当利息。王八蛋活腻歪了！王金彪，你若敢动他一根头发，我今天就要你的命！我一脚将赖皮狗踢晕过去，一把抄起地上的网兜，像一头发疯的凶兽，迎着狂风暴雨，沿着石华山路，朝着老屋的方向狂飙。刚到院门口，我看到老屋的房门大开，屋内传来男人的狂笑和女人的呼救声。我迅速冲进屋内，王金彪和那个售后此时把秋月逼到了墙角，眼前的景象让我字字入骨。秋月手里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截草绳，正死死勒住自己的脖子。想死没那么容易，他宁可自杀，也绝不受辱。你男人早就跑了，你还是乖乖过来吧。你们这群王八羔子，老子废了你们！我发出一声如雷霆般的暴喝，借着前冲的恐怖惯性，一个凌空飞踹结结实实的踹在王金彪的后心上，近180斤的壮汉直接被我踹得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撞塌了破旧不堪的灶台。我一个箭步冲到秋月面前，一把夺下他手中那截已经被血勒出深痕的草绳。秋月此时双眼紧闭，原本苍白的脸此刻憋成了骇人的铁青色。我把他抱进屋，小心翼翼地放在木板床上。刚转过身，王金彪从废墟里爬起来，吐出一口血。他顺手抄起灶台旁的一把秀才刀，双目赤红地冲了过来。林海，老子今天宰了你！我不退反进，侧身避开胡乱劈下的刀锋，腰腹瞬间爆发，一记极其凶悍的震踹，狠狠灌在王金彪的肚子上。王金彪像只煮熟的虾米，惨叫一声，连人带刀倒飞出去，重重砸在院子的泥水里。门外的瘦猴吓得面无人色，双腿打软瘫在烂泥里，他连滚带爬的往院门外缩，根本不敢上前帮忙。我跨出门槛，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声音冷如冰渣：你他娘的不想要命了是吧？再敢踏进我院子半步，我先剁了你陈海！滚！对上我没有一丝温度的眼神，王金彪被这股不要命的狠劲儿彻底吓破了胆。算你狠，咱们走着瞧！他连狠话都说得毫无底气。王金彪捂着肚子，连滚带爬的从地上挣扎起来，一把拽起一旁下瘫的瘦猴，两人跌跌撞撞的逃出院子，彻底消失在暴雨中。我转身回到屋子，秋月已经醒了，正靠在泥墙上，不住的掉眼泪。秋月，你听我说，我不知道。够了，林海。秋月，你信我，我带了食物回来，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秋月别过头，继续抽泣。我叹了口气，转身走向那个塌了半边的灶台，稍微修整了一下，从墙角摸出仅剩的小半碗糙米。刚才在海底抓那2只巨型青蟹时，往兜里卷进来几只小杂鱼和沙蛤。极品海鲜我得留着明天去镇上换大钱，但这些小鱼小虾足够熬一锅鲜汤。利落地点火淘米，没过多久，后屋里弥漫起了一股海鲜米粥香气。坐在床上的秋月咽了口唾沫，我端着一个缺了口的粗瓷大碗，走到他面前蹲下。吃。我舀起一勺热粥，吹了吹，递到他嘴边。秋月倔强的偏过头，眼眶通红。我不吃。你不吃，待会儿王金波来抓你的时候，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我眉头一皱，一把扣住他纤瘦的下巴，强迫他转过头，将热粥送进他嘴里。真乖。
我盯着他的眼睛，声音放柔了几分，温热鲜香的米粥顺着喉咙滑下。我把剩下的米粥递给他，他终于不再挣扎，大口吞咽着米粥，眼泪砸在破碗里。夜里暴雨渐停，我起身搬出院子里闲置的破旧大水缸，注入干净井水，把网兜里存活的小杂鱼、2只青蟹全部放入缸中暂养，极品大黄鱼单独放在阴凉水盆里保湿。等我收拾完海鲜回到屋内，秋月躺在床上背对着我，我知道他没有睡。我坐在床边，语气平静，没有刻意讨好。以前我混账让你挨饿挨打，往后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苦。秋月指尖攥着衣角，没有说话。我走过去，把家里唯一的被子盖在他身上，替他掖好了被角，自己靠在床边闭目养神。我的呼吸逐渐平稳。秋月转过身来，看我身上满身伤痕，眼里隐隐有了一丝希冀。次日清晨，暴风雨停歇，阳光洒在泥泞的渔村。看着床上沉沉睡去的秋月，我走出了院子。黑龙深潭还没有完全探索完，但是光凭憋气潜水是不够的。上次走了仓促，里面还有东西。目前我需要船和更趁手的武器设备，捕更多的鱼，这样一次性去镇子上换取更多的钱。我径直走向村口的码头，那里停着10几条村民的老旧木帆船和几条带柴油机的舢板。哟，这不是林大海吗？张叔，你那条闲置的小木船，能不能借我用1天？晚上我就还您租金照付。张叔抬头看了我一眼，原本和善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冷笑一声：“哼。”借船？你那欠款还清了吗？周围几个正在卸货的村民也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满脸鄙夷地看了过来。就是借船给你，怕是你一转身，连人带船就开去赌场给抵押了吧？林海，你爹当年那是顶天立地的跑船好手，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玩意儿？赶紧滚，别在这晦气！面对众人的嘲讽和冷眼，我没有发怒，这就是现实。原主造下的孽，不可能一夜之间洗白。在商业法则里，没有信誉的人，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打扰了。我面无表情地转过身，看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深海，拳头微微握紧。借不到，那我就自己买。这片海滩容不下我，那我就去镇上，去赚到足以让他们仰望的第一桶金。我回到家，取出昨天捞到的几批海货，迎着海风，大步朝着镇上的方向走去。脚下的泥泞土路逐渐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走了1个多小时，我终于来到了镇上。小镇上人不多，我径直穿过2条街道，停在了一座7排的3层小洋楼前。巨阳大饭店，这是镇上规格最高、装潢最豪华的饭店，专门接待有钱人。我没有走正门，而是绕到了饭店后巷的采购处。刚靠近后厨后门，一股泔水混合烟味让我忍不住捏住了鼻子。一个大腹便便、戴着大金戒指的胖子正躺在摇椅上剔牙，旁边几个帮厨在洗菜。这人应该是饭店的采购主管。收野货吗？我走上前，将手里的网兜直接丢在胖子脚边的水泥地上。胖子眼皮都没抬，嫌弃地瞥了一眼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破布衫。哪儿来的要饭的？我们巨阳大饭店是有固定供货商的，你那些破鱼烂虾拿去菜市场。我操！他的话刚说到一半，目光扫过地上的网兜，整个人猛地从摇椅上弹了起来。网兜散开，那条金灿灿、足有4、5斤重的极品野生大黄鱼，还有那2只张牙舞爪的巨型青蟹，在灯光下散发着光泽。胖子的绿豆眼瞬间亮了，眼珠一转，马上换上了一副施舍的表情。个头倒是不小，可惜在网里憋太久，离死不远了，肉质早就散了。胖子用脚尖踢了踢网兜，行吧，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看你这穷酸样也不容易。全当做善事了，这堆破烂我给你算个打包价，10块钱，拿钱滚蛋。10块钱，在这个年代，这条极品野生大黄鱼加上2只巨型青蟹，若是送到高档酒楼的贵宾桌上，至少能卖到50块甚至更高。他一张嘴就黑了我大部分的利润。换做以前那个烂赌鬼，见着10块钱早就点头哈腰的拿钱去赌场，但我连正眼都没看他，弯腰一把拎起网兜，转身就走。站住！胖子急了，拦在我面前，厉声喝道：“你特喵懂不懂规矩？在这条街上，老子看上的货还没人敢拿走。今天这10块钱，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几个帮厨见主管发飙，立刻抄起手里的擀面杖和菜刀，凶神恶煞的围了上来。想必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规矩？就凭你这种蠢货，也配跟我谈规矩？我冷笑一声，目光锐利地扫视了一圈饭店后巷的泔水桶，又指了指前面的大堂，声音陡然拔高，掷地有声。我没看错的话，左边那桶泔水里是客人退回来的带鱼和油焖大虾吧？你们饭店仗着以前国营的招牌，菜品几年不换，早就同质化严重了。我刚从前街走过来，对面的粤菜酒楼大堂爆满。而你们巨阳大饭店的门口却冷冷清清，连辆桑塔纳都没停。我一步步逼近胖子，遇到有钱的贵宾，
你们连一道能镇得住场子的招牌野货都拿不出手，我手里的货是你们饭店今天唯一能挽回大客户脸面的救命稻草。你特喵一个臭打鱼的，少在老子这儿放狗屁！刘胖子被我戳中死穴，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恼羞成怒的大吼：“给我打！把这疯子给我打出去，把货扣下！”几个帮厨闻声，立刻举起手里的擀面杖和烧火棍，凶神恶煞的朝我逼近。我眼神一沉，右手不动声色地摸向了腰间的生锈铁钩。住手！刘胖子，你长本事了是吧？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高跟鞋踩地声，后厨连接前厅的厚重帆布门帘被人一把掀开。在我的饭店后院干起明抢的勾当了。我抬眼望去，从门帘后走出的是一个穿着酒红色修身风衣、烫着波浪卷发的女人。她大概27、8岁，身材姣好，明媚动人。几个帮厨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扔了棍子推到一边。刘胖子更是像老鼠见了猫，刚才的嚣张瞬间荡然无存，弓着腰，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苏老板，您怎么来后院了？这里脏。显然，他刚才就站在过道里。我那番关于客流流失、菜品同质化的论断，一字不落地砸进了他的耳朵里。苏雅看都没看刘胖子一眼，径直走到我面前。他的目光先是锐利的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破布衫、满身海腥味的落魄渔民。但很快，他的目光就被我脚边的网兜死死吸住了。野生大黄鱼，还有这么大的青蟹。苏雅眼底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狂喜，但很快被他商人独有的精明掩盖。这位大哥，我是这里的老板，我叫苏雅，我在这里替他们给您赔个不是。苏雅嘴角勾起一抹职业的微笑。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眼光很毒。对面粤菜馆确实抢了我们不少客户，我很欣赏你。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验验货。我迎着他审视的目光，没有丝毫露怯，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谈论千万级的并购案。苏老板，这是没下过深海的极品野货，离水不到3个小时。我停顿了一下，指着地上的网兜，东西在这儿。你懂行，开个价。苏雅看着我，那双漂亮的丹凤眼里闪过一丝震惊。如果你觉得这不值钱，我转身就走，绝不还价。一个底层打鱼的，在面对他这种身价不菲的老板时，不仅没有丝毫的怯懦和讨好，反而掌握着绝对的话语主动权。那种骨子里透出来的从容与自信，绝不是装出来。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瞬间就明白自己遇到高人。爽快。苏雅嫣然一笑，眼中的防备瞬间化作了惊艳的欣赏。看完我手里的货，她转头冷冷地扫了刘胖子一眼。刘胖子，去财务领你这个月的工资。下午不用来了，我苏雅的店里容不下瞎了眼的废物。刘胖子一听，双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老板，苏老板，我错了。闭嘴！苏雅厉声喝断，随后转过头看向我，语气瞬间变得热络。这位大哥，外面风大，不如进我办公室喝杯好茶，咱们好好谈谈这批极品货的价钱。我跟着苏雅上了2楼办公室，真皮沙发，红木茶几，墙上挂着大展宏图的字画，这在小镇上算得上是顶级的牌面。苏雅亲自给我倒了一杯热茶，随手指了指地上的网兜，东西过秤了，大黄鱼4斤2两，2只青蟹加起来快7斤，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一并称了。这3样我给你100块。这些货加起来并不值这么多钱，想必苏雅是在卖人情给我。她拉开抽屉，把10张大团结推到我面前。我有钱，你有货，不如我们合作。他又掏出10张大团结拍在桌上。以后你手里的尖货我全包了，这100块算定金。我没急着收钱，指尖在茶几上轻轻敲了2下。货我还能弄到更好的，但靠在岸边捡漏凭的是运气。我想去深水区，需要一条带柴油机的船。镇上的船行租金太高，我这身行头他们也不租。苏雅闻言，修长的双腿交叠在一起，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带柴油机的船，正巧闲置了一条机帆船，船可以免费借给你。只不过接下来3次深海尖货，必须优先供给巨阳饭店，且价格比市场价低1成。看来苏老板是不缺我这批货了。我冷冷道。苏雅权衡了一下，脸上展开一个笑容。林大哥是个爽快人，那不如这样吧，船我免费借给你，交个朋友，但是你的尖货必须优先供货给我。我点了点头，要求还算合理。多谢苏老板。我一把将桌上的200块钱揣进怀里，站起身，走出饭店门口，我直奔供销社。拿50斤富强粉，50斤大米，再要2床10斤重的新棉被。我敲了进柜台，售货员正嗑着瓜子，他眼皮一翻，上下打量我一圈，满身泥水和海腥味。
要饭上别处要去。售货员瓜子皮一吐，满脸嫌弃。富强粉2毛5一斤，新棉被30块一床，你这穷酸样买得起吗？别靠那么近，弄脏了柜台。我没说话，伸手入怀，掏出苏亚刚给的那一沓崭新的大团结，重重拍在玻璃柜台上。现在买得起吗？我看着他，售货员吓了一跳，手里的瓜子全掉在地上。他死死盯着那张巨款，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一张脸瞬间涨得通红，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买得起，大哥您稍等，我马上给您搬。钱货2期，大包小包提在手里。出来时，我瞥见王金彪鬼鬼祟祟的在镇汽车站后厢塞给跑黑车的老刘半包红塔山。等我提着大米白面和2床新棉被回到村里时，已经是傍晚了。刚到村口，就看到码头边围满了一圈人。林海，你可算回来了！刚才有个开着桑塔纳的漂亮女老板，领着人开过来一条机帆船，说是专门给你送来的。我快步走到码头，原本停满破木船的简陋码头旁，稳稳停着一艘刷着绿漆、挂着柴油机的小型机帆船。苏雅披着那件酒红色风衣，正靠在船舷边抽烟。在这群灰头土脸的渔民中间，她美得分外扎眼。看到我走过来，苏雅掐灭烟头，迈着猫步迎上前。周围的村民全都看直了眼，这么个千娇百媚的大老板，亲自给我一个全村都瞧不上的赌鬼送船。林大哥，船我亲自给你送来了。油也加满了。人群外围，秋月也听到了动静，找了过来。看到光彩照人的苏雅，秋月下意识地捏紧了衣角，自卑地往后退了半步。苏雅显然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她忽然凑近我，身上那股浓烈的香水味扑鼻而来。她伸出涂着红指甲的手，轻轻替我掸了掸肩膀上的灰尘，压低声音，语气里暧昧：今天我来这里，只是看看环境。林海，如果你真的能让我满意，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周围的村汉们看得狂咽口水，但我却面无表情地后退了一大步，直接拉开了2人之间的距离。苏老板好意心领了，不过这牌面我着实受不起。我没有多看他一眼，转头看向躲在人群外局促不安的秋月。我大步越过苏雅，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把搂住她单薄的肩膀，将她拉到身边。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妻子秋月。我看着苏雅，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没等苏雅回话，我转头温柔地看着秋月。秋月，这是我的合作伙伴苏雅。秋月有点无措，倒是苏雅先笑了起来。天色晚了，我媳妇儿做好了饭等我回家，就不留苏老板吃晚饭了。我直接下了逐客令。此话一出，码头上一片死寂。苏雅的笑容僵在脸上，眼中闪过一丝错愕和几分羞恼，但很快又恢复了商人的精明。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满脸通红的秋月。哼，好。林海，我记住你了。苏雅冷哼一声，转身踩着高跟鞋坐上路旁的轿车。随着轿车扬长而去，村民们看我眼睛彻底变了。而我怀里的秋月，身体微微颤抖着，她抬头看着我，眼底闪过一丝柔情。我看着这艘机帆船，握紧了拳头。傍晚，秋月看着新被子，脸上抑制不住的高兴。我和秋月躺在床上，她半张脸埋在被子里。秋月，你不用羡慕苏雅，有一天我会让你过上比她还好的生活。秋月点了点头，用被子蒙住了头，闷闷地嗯了一声。次日清晨，天还蒙蒙亮，半塌的灶台上升着热气。秋月将烙好的饼子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塞进我的防水袋里。出海小心点儿，我等你回来吃晚饭。他低着头，声音像蚊子哼，耳根却红透了。我揉了揉他的头发，转身出门，大步走向码头。机帆船的柴油机发出粗犷的轰鸣，我握着舵盘，径直把船头对准了东南方向。我要去的地方是被当地人称为鬼见愁的迷雾暗礁带。机帆船在海面上破浪前行，渐渐的，后方的海岸线连同那个破旧的渔村一起，化作了海平面上一个模糊的黑点，直至彻底被吞没。航行了2个多小时后，原本晴朗的海面突然阴沉下来。浓重的海雾瞬间将整艘船吞没，能见度降到了不足10米，不再是平时的呼啸，而是像无数把钝刀子在铁皮上摩擦。这是海上最致命的极端天气，风切变。一个足有2、3层楼高的黑色巨浪，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巨浪朝我的船打过来，木头发出刺耳的撕裂声，船身瞬间倾斜到一个惊悚的角度，海水直接倒灌进甲板，整条船差点被一个照面拍得翻扣在海里。狂浪兜头砸下，我死抓铁把手，稳住身形，狂风灌满囚犯，死死拉着船头下沉，不斩断麻绳，船必沉。我松开手，顶着背上砸来的巨浪，逆着倾斜的甲板向上攀爬，冲到桅杆下。我抽出腰间的开山斧，右臂抡圆，对准绷紧的副帆麻绳，一斧劈下，咔嚓，粗壮的缆绳应声断裂。帆布瞬间被狂风撕碎卷走，失去拉扯力的船身猛地回弹，重重砸回海面，溅起漫天白沫。我连滚带爬冲回驾驶位，一脚踹开险些被憋熄火的柴油阀门，双手死死抱住疯狂打转的舵盘。巨大的暗流反冲力震得我虎口崩裂出血，但我一步未退，反而迎着下一个砸来的巨浪，把油门一把推到了底。机帆船发出一声破音的咆哮，像一把生锈却锋利的剑刀，硬生生切开了狂暴的水墙，冲入风暴最中心。不知道在这绞肉机般的海浪里挣扎了多久，狂风终于停下来了，眼前的厚重迷雾散开，刺眼的阳光重新洒满了积水的甲板。我喘着粗气瘫倒在舵盘上，抬眼望去，呼吸猛地一滞。借着刚才那股搏命的冲力，我的船竟然被海浪推过了一道隐秘的溶洞，闯入了一片被环形礁石死死包裹的平静内海。这里的海水
呈现出深邃通透的墨绿色。低头一看，毫无波澜的水面下，密密麻麻的银色鱼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各种珍稀海货在水底自由穿梭。我不由得笑出了声。风浪越大，鱼越贵。我放声大笑过后，恢复了绝对冷静。环顾四周，这片内海虽然现在平静，但海上的气候瞬息万变，我必须抓紧每一秒钟抢钱。射雕破布衫，我踢开空枪，抓起一把生锈的3股鱼枪，防水绳一头死扣在腰上，一头缠紧枪尾。深吸一口气，我纵身跃入海中，入水，四周全是平衡的野生大荒原，几乎撞在脸上。我没理他们，双腿一蹬，直奔15米深的黑色珊瑚礁底，那里卧着一团黑影。我刚贴近不到3米，黑影猛地一扭，海底卷起一股暗流，沙石瞬间搅浑了海水。一条近2米长、上百斤的深海大龙趸，这老怪物满身藤壶，死鱼眼一转，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像鱼雷一样冲我咬来。水底跑不掉，只能杠。我双腿猛踹海水，身子强行侧翻，水流裹着龙趸擦胸而过，坚硬的背鳍直接刮破了我的皮肉，海水溢出几缕血丝，立即扑空。龙趸尾鳍一甩，我刚借力，那不善大的尾巴直接抽在我肩膀上，半边身子瞬间发麻，我被水流卷着，重重撞向后方的锋利礁石。我腰腹猛挺，右脚死死蹬住礁石边缘稳住身子，小腿被割下一块肉，疼得我咬紧牙关，闻到血腥味，龙趸彻底发狂，调转巨口再次咬，不退了。我死憋着氧气，迎着冲势，左手猛地探出，不顾尖锐的塞刺，一把生抠进他的鱼鳃缝里，塞刺瞬间割烂了我的手心，接着抠紧了力道，我硬生生将100斤龙趸在手中按停了一秒。就这一秒，我右臂高举，3股鱼枪自上而下，对准他的天灵盖，死命扎了下去。生锈的钢刺洞穿后鳞，直扎透头骨。龙趸在水底发疯般翻滚扭动，巨力甩得我虎口崩裂。我左手抠腮，右手压枪，双腿像麻花一样死死盘住鱼身。他带着我在礁石间一路乱转，肺快炸了，眼前一阵阵发黑。水下死斗，松手就是死，整整3分钟。鱼枪在他脑子里不断翻搅，龙趸的力气终于散了，尾巴抽搐了2下，僵在水里。我松开腿，单臂抠着鱼鳃，拖着死鱼猛蹬海面。破水而出，大口吞咽空气，游回船边。我拽着防水绳，腰背发力，直接将上百斤的龙趸甩上甲板，船身猛晃。我爬上甲板，拔出鱼枪，随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热身结束。没时间欣赏海底风景，抄网、铁钩交替上阵，短短半小时，2个活水舱全满，再装船就沉了。我摇响柴油机，迎着快要落山的夕阳，全速返航。随着海岸线越来越近，浓雾渐渐散去，前方就是渔村码头。隔着老远，我就看到码头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一圈人。柴油机轰鸣着，船体缓缓逼近，顺风江岸上嘈杂的谩骂和哄笑声，断断续续地送进了我的耳朵。秋月，别等了，今天海上那阵风切变，连我们都不敢出去，就那赌鬼的3脚猫功夫，连人带船早卷进海底龙王庙了。这是邻居张叔刻薄的声音。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等他显灵啊！他欠的那一屁股印子钱还没还清呢，人死了这债得你背，明儿个你就老老实实收拾铺盖，跟王金彪去镇上发牢抵债吧。我的手死死攥紧了舵盘，指骨泛白。船头绕过最后一块礁石，岸上的景象彻底映入眼帘。码头边，秋月浑身被海风吹得单薄如纸，死死咬着发白的嘴唇，被几个泼妇和村汉围在中间指指点点。他单薄的身子剧烈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攥着衣角，一声不吭地盯着海面。一股暴力的怒火直冲天灵盖，我猛地一把将油门推到最大力，突突突突，狂暴的柴油机轰鸣声瞬间盖过了岸上的浪。机帆船如同一头漆黑的钢铁巨兽，携着一往无前的狂悍气势，碾碎白浪，轰然杀向码头。船有船回来，岸上的人群一阵骚动，船头重重撞在码头的防撞轮胎上，我光着膀子，单脚踩在船舷上，浑身是血水与海水的混杂，肩背上被礁石刮破的伤口还在往外渗着血珠，冷酷森然，犹如一尊刚从修罗场里烫出来的杀神。全场死寂，辱骂的声音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震惊。秋月瞬间泪崩，推开那群呆滞的泼妇，跌跌撞撞地冲向岸边。我跳下甲板，一把拖住他发软的身子，将他严严实实搂在怀里，冷厉如刀的目光狠狠扫过刚才那几个叫唤的最凶的人。几个村汉被我盯得后背发毛，但很快回过神来，他们看着吃水极深的船舷。我见鬼，装神弄鬼，吃水这么深。怕是怕空手回来丢人，装了一船石头回来撑面子吧？有种掀开看看啊！我冷笑一声，走到甲板中央，一把抓住厚重的防水篷布边缘，目光扫过全场，一字一顿，声音如雷霆炸响：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篷布猛地掀开，夕阳最后的血色洒进船舱，刺眼的密密麻麻的金光。活水舱里，成群的极品野生大黄鱼在翻江倒海，激起漫天水花。甲板正中，那头近2米长、上百斤的深海巨型龙趸，如同一座肉山般横陈着，头顶狰狞的枪眼还在往外滴血，散发着骇人的凶威。空气彻底凝固，只剩下此起彼伏、发疯般狂咽口水的声音。几个刚才还在嘲讽的村汉，眼珠子都快瞪哭出来，双腿控制不住的打摆。老天爷100斤的龙环，全是野生大黄鱼！张叔双腿一软，直接跪在马水里，声音都在打颤，极度的震撼把这群人的脸
而我连多看他们一眼的兴趣都没有，随手扯过一件破褂子披上。走，媳妇儿，咱们回家。我单臂搂住秋月微微颤抖的肩膀，在一片呆滞的死寂中，大步离开码头。明天跟着我来数钱。清晨，我花2块钱从隔壁村雇了辆手扶拖拉机，开到码头准备装货。秋月小心翼翼地捧着水盆，给甲板上那条白金龙趸浇水，生怕这宝贝干死。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铁棍拖地的刺耳摩擦声，粗暴地撕破了清晨的宁静。都他喵滚开，别挡道！10几号提着砍刀、铁棍的混混黑压压地涌上码头，瞬间堵死了去路。领头的是满脸狞笑的王金彪，而他身旁跟着一个穿着花衬衫、眼角带疤的平头男人。这男人手里慢慢盘着2枚核桃，眼神阴毒，一看就是真正见过血的狠角色。镇上放高利贷的头目坤哥，算算时间，看来今天就是收款的日子了。王金彪一眼就盯上了满仓的金光和那条小山般的巨型龙趸，贪婪的眼珠子发红，声音都在发抖。龙王爷的宝库都让你掏了啊！今天还不上钱，这船货还有你这漂亮老婆，全得跟老子走！秋月吓得脸色煞白，手里的水盆咣当掉在甲板上，死死抓着我的衣角。我一把将他拉到身后，面对10几把盆光闪闪的砍刀，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从船头一跃而下，径直走向那个盘核桃的疤脸男人。你就是坤哥吧？看你这样，似乎并不知道那笔丢失的巨款啊！坤哥盘核桃的手猛地一顿，如同一条被踩了尾巴的毒蛇，死死盯住我。王金彪脸色骤变，急忙跳出来吼道：“坤哥，别听这小子放屁！他就是个神经病，赶紧动手把他的货扣了！抢了货卖个好价钱，偷偷填进你王金彪的腰包，然后你买张南下的火车票远走高飞，留坤哥在这顶雷是吧？”我冷冷打断他，一字一顿：“你特喵血口喷人！老子杀了你！”王金彪吓得亡魂皆冒，举起铁棍就朝我发疯般冲来，企图杀人灭口。秋月吓了一跳，朝着我大喊，还没等他冲到我面前，旁边猛地伸出一脚，直接将180斤的王金彪踹飞进泥水里。出脚的是坤哥。坤哥！王金彪连滚带爬地抱住坤哥的腿。我没有背叛你啊！我放屁！你昨天下午在镇南的黑车点找了刘开价，号召刘瘸子，问他去广东的过路费要多少钱？需要我把刘瘸子叫来跟你对证吗？此话一出，王金彪如同被雷劈中，浑身烂泥般瘫软在地。干高利贷这行的生性多疑，王金彪这致命的异常举动，加上我这番盘算，坤哥的脸色瞬间变了。他一脚踩在王金彪脸上，将他的脸狠狠碾进泥沙里。随后，他抬起头看向我，眼神越发阴毒。小子胆子够大，脑子也够好使，但一码归一码，你欠我的钱，今天照样得拿着船货来抵。话音刚落，10几个打手瞬间举起铁棍，将我和秋月团团围住，杀局一触即发。就在这时，滴，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在码头外炸响，一辆黑色桑塔纳带着一辆冷鲜小货车，蛮横地冲开围观的人群，急刹在码头边。车门推开，穿着酒红色修身风衣的苏雅踩着高跟鞋走下车，身后还跟着几个保镖。他看都没看那些混混，径直走到船边。当看到那满舱翻腾的大黄鱼和骇人的百金龙趸时，这位见过大世面的女老板倒吸了一口凉气。林海，你真是个不要命的疯子！苏雅直接拉开手提包，掏出一整捆用皮筋扎好的崭新大团结，500块。这船货我苏雅全包了。全场死寂，打手们全看傻了眼，连坤哥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另外，林大哥的300块，我一并替他还了。苏雅轻飘飘地把300块丢在地上，坤哥恶狠狠地看向苏雅，几个膀大腰圆的保镖立马上前一步挡住了坤哥的视线。我冷冷地看着坤哥，连本带利。长青，我盯着他的眼睛，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威压。再来闹事，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坤哥看了看我那毫无温度的眼神，又看了一眼旁边正似笑非笑看着这里的苏雅，权衡片刻，示意小弟捡起300块。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无论是胆识、手腕还是现在的靠山，都已经彻底惹不起。算你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坤哥深深看了我一眼，将钱揣进怀里，一挥手。撤！10几个混混拖着死狗一样的王金彪，如同潮水般退去。清晨的阳光穿破了海雾，洒在码头上。秋月忙检查我身上有没有伤，我示意他安心，摇了摇手里的钱。他看着我手里剩下的500块巨款，直接瘫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又哭又笑。另一边，那头百金龙趸和满仓的极品大黄鱼被苏雅带来的伙计麻利地装了车。苏雅倚在桑塔纳的车门上，从包里摸出一包带过滤嘴的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我。林海，我苏雅看人从没走过眼，那条机帆船你留着开，以后你打捞上来的奸货，巨阳大饭店
签独家包销，绝不亏待你。苏老板，我是个商人，不是谁手底下的长工。我看着他，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好货我优先供给你，但签死合同不可能。苏雅修长的柳眉微微一挑，不可置信。至于那条船，我拍了拍口袋里的巨款，算我租你的，每天租金10块，从货款里扣，咱们账目分明，生意才能做长久。苏雅愣了几秒，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有骨气。他突然凑近我，压低了声音，但那音量却恰好能让周围几个竖着耳朵偷听的村民听见。下周有个投资桑来镇，我和对面的粤海楼老板陈天豪正在争夺这次接待权，我需要比今天还要震撼的镇海之宝来镇场子。林海，只要你能弄来，价格随便你开。这无异于是悬赏。听到这话，周围那几个偷听的村汉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睛里瞬间冒出了贪婪。苏雅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踩着高跟鞋上了车，带着冷鲜车扬长而去。码头上恢复了安静，我牵起秋月的手，大步朝村里走去。所过之处，村民们如同见到了煞神，纷纷低下头往两边退让。走到村口，正好撞见正要挑着渔网溜走的邻居张叔和几个村汉。就是这几个人，昨天在码头上嘲笑的最狠，还让秋月改嫁。看到我，张叔吓得浑身一哆嗦，腿一软。大海啊，之前是叔嘴贱，叔老糊涂了，你大人有大量。张叔，我叫住他，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张叔吓得闭上眼睛，以为我要动手。我从怀里那一沓巨款中直接抽出3张大团结，啪的一声拍在他调网的扁担上。30块定金，你去镇上买最好的红砖和青瓦，今天下午带上这几个装队力，把我那破房子推了，重新翻修。张叔愣住了，睁开眼，不可置信地看着那100块钱。大海，你不记恨叔？他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我这张破嘴真该撕了。我只知道你是全村手艺最好的泥瓦匠。我冷冷地看着他。我花钱买你的手艺，以前那些屁话我没空记，干得好工钱双倍结给你们。几个村汉看着那实打实的钞票，羞愧得满脸通红，连连鞠躬。海哥，你放心，下午我们保准把活干得漂漂亮亮。商业法则第1条，没有永远的仇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用钱去抽他们的脸，比用拳头更让他们敬畏和臣服。回到四处漏风的屋里，我把剩下的400多块钱全部塞进秋月手里。拿去收好，这是咱们家的底子。秋月拿好了钱，他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他猛地扑进我怀里，死死抱住我的腰，放声大哭，把这几年受的屈辱、惊恐全都哭了出来。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眼神却冷厉地望向村东头的方向。钱是好东西，但苏雅临走前故意抛出那个天价悬赏，就是要拿我当枪使。那几个竖着耳朵的村汉肯定已经把消息传到了村东头，那盘踞着这片海滩真正地头蛇海龙哥的耳朵里。他们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我抢投资商的这块天大肥肉。夜幕降临，安抚好秋月睡下后，我拿上一把割网刀，悄无声息地朝着码头停靠的机帆船前去。码头上伸手不见五指，我潜伏在机帆船驾驶舱的阴影里，连呼吸都压到了最低。海龙哥那帮人既然想要霸占那笔天价悬赏，就绝对不可能在明面上跟我这个疯子硬碰硬。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毁了我的出海工具。不出我所料，后半夜随着一阵轻微的淌水声，2个黑影从码头侧面的浅滩里摸了过来。他们嘴里咬着手电筒，手里提着沉重的长柄铁凿和锤子，目标直指我这艘机帆船的水下吃水线。动作快点！海龙哥发话了，只要把这船底凿穿，让这小子明天一出海就喂王八。投资山的悬赏就是咱们的，放心吧，这小子现在肯定冷着那漂亮婆娘在床上做梦呢。2人爬上船侧的礁石，举起铁凿，对准了薄弱的木质船底。就在那把锤子即将砸下的瞬间，我如同从黑暗中扑出的猎豹，从船舷上一跃而下，一记势大力沉的飞踹，直接蹬在拿锤子那人的后心口。哎呦！那人惨叫一声，直接被我踹飞出3米远，一头扎进腥臭的海泥里，直接摔晕了过去。我操！谁？拿凿子那人吓得浑身一哆嗦，刚转过头，手电筒的光柱还没照到我的脸，一只犹如铁钳般的大手已经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我单臂发力，将他整个人狠狠抵在粗糙的礁石上。没等他挣扎，我右手一翻，锋利的割网刀直接贴在了他疯狂跳动的颈动脉上，冰冷的刀刃瞬间划出了一道伤口。海哥，林海爷爷，别杀我！那混混感受到脖子上的刺痛，瞬间湿了裤子，双腿疯狂打板子。海龙哥派你们来的。我压低声音，语气里透着从修罗场里淬炼出的杀气。是海龙哥，他说你今天出了大风头，还要抢投资山的悬赏，挡了他的财路，让我们来凿船，不关我的事啊，海哥。
回去告诉他，他惹错人了。我冷笑一声，刀背猛地一转，一记重击狠狠砸在他的后脑勺上。混混两眼一翻，瘫软在泥水里。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眼神看向村东头。商场如战场，面对竞争对手的恶意打压，防守永远是被动的。我一把抄起地上的那把长柄铁凿，大步融入黑夜，直奔村东头。村东头一处亮着昏黄灯光的瓦房前，这就是海龙哥的地盘。我站在门口观察了片刻，隔着破旧的实木大门，里面传来一阵嘈杂的推牌酒声，肆无忌惮的叫骂声，劣质烟草的枪鼻味道让我拧了一下眉头。海龙哥放心，林海那疯子再能打，也就是个渔夫。明早他一出海，船底一漏，连人带船就得全喂海王八。投资商那块肥肉跑不出您的手心。屋内一阵哄笑，我往后退了半步，腰腹猛然收紧，将这具身体恐怖的爆发力汇聚于右腿。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扇厚重的实木大门连同老旧的门框被我一脚直接踹得四分五裂。屋内肆意的哄笑声瞬间像是被一把利刃拦腰斩断。木屑横飞中，我拎着那把从杀手那儿缴获来的长柄铁凿，面无表情地跨过门槛，犹如一尊铁塔般堵在了门口。屋里乌烟瘴气，十几个赤着膀子的壮汉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震懵了，手里还捏着牌九，呆滞地看着我。正中间的太师椅上，一个光头戴着金项链、满脸横肉的男人，正被刚才门板碎裂的动静吓得手一抖，烟头直接掉在了裤裆上。他就是海龙哥。林海，海龙哥烫得猛跳起来，特鸟没死！你怎么敢一个人来这儿？你的狗不太中用，我亲自把作案工具给你送回来。我随手将那把生锈的长柄铁凿咣当一声扔在地上，抬起眼皮，那双不带一丝温度的眼睛死死锁定海龙哥。你就是海龙，这片海滩的主人。海龙哥恼羞成怒，老子就是！他猛地拔出桌底上的砍刀，咆哮道：“今天你既然来送死，老子成全你！给我砍死他！”十几个大汉如梦初醒，抄起砍刀和铁棍，如同疯狗般朝我扑来。我一步未退，迎着最前面那把劈头盖脸砍下来的刀，我身子猛地一矮，一拳狠狠轰在那人的腹部。那人连惨叫都没发出来，胆汁混合着隔夜饭狂喷而出，整个人像煮熟的虾米一样倒飞出去，撞翻了一大片桌椅。我顺手夺下他手里的铁棍。接下来的半分钟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单方面碾压、侧踢、肘击、横扫，伴随着沉闷的骨裂声和杀猪般的惨叫。仅仅不到30秒，十几个混混全部躺在地上，抱着断手断脚疯狂哀嚎。棋牌室里一片狼藉，我拎着铁棍，踩着满地的哀嚎，一步步走向缩在太师椅后面，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海龙哥。你别过来！我是坤哥拜过把子的兄弟。海龙哥挥舞着手里的刀，双腿却在疯狂打颤。我冷哼一声，一把捏住他拿刀的手腕，猛地一折，咔嚓，砍刀落地。海龙哥爆发出凄厉的惨叫，我一脚重重踹在他的膝盖上，伴随着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骨头碎裂声，海龙哥的右腿膝盖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反向弯折，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疼得眼泪鼻涕横流，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丢掉铁棍，一把薅起他的衣领。现在听好我定的规矩，这片海滩从今往后我说了算。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谁敢再动我的船，或者打我老婆的主意，我拍了拍他煞白的脸，我就把你剁碎了，大窝喂鲨鱼。听懂了吗？听懂了，海哥，我懂了。以后您就是这儿的天。海龙哥顾不上断腿的剧痛，疯狂点头如捣蒜，彻底被吓破了胆。我松开手，任由他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地，转身大步跨出满地狼藉的棋牌室。次日清晨，牢里头带着7、8个精壮的泥瓦匠，早早的等在了我家院外。大海，今天先把这破屋推了，不出半个月，保准给你起3间全村最气派的大瓦房。我将饭钱塞给秋月，这里你盯着，我需要这次机会将我的深海货彻底打入高端市场。秋月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注意安全。安顿好家里，我直奔镇上的5金机电市场。在这个年代，正规深潜设备在小镇根本买不到，我只能自己组装。大功率柴油空气压缩机，50米加厚工业橡胶软管，一套1000块配重带。我甩出几张大团结，买下这些简陋的工业设备。老板看见大团结，好心问了一句：“哎呦，小伙子，你买这些是要做什么呀？”改造船去深海去。老板大惊：“这太危险了！这些东西一旦遇到暗流或者压缩机熄火，你这人在水下瞬间就会溺毙啊！”我点了点头，多谢老板，但是想付，就得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老板摇了摇头，不再说话。老板摇了摇头，不再说话。走出5金店，看着手里这套简陋的设备，我停下了脚步。前世的经验告诉我，这种土炮潜水在深海九死一生。我没直接去码头，而是转身回了趟家。院子里，秋月正忙着给泥瓦匠递水，看见我折返回来，他愣了一下。漏东西了。我走过去，握住他粗糙的手，声音放缓：“今天去的海域深，要在海上多费点时间，可能天黑才能回来。怕你瞎担心，特意回来跟你交代一声。”秋月反手死死抓紧我：“林海，钱够花就行，命最重要。放心，我心里有数。”我拍了拍他的手背：“
在这等我。交代完，我看着他安心了几分，转身大步离开。回到码头，我将这套东西死死固定在船舷上，加满柴油，一推油门，机帆船碾碎白浪，再次朝鬼见愁暗礁大轰然杀去。我驾驶机帆船穿过刀锋般密集的暗礁，深入死亡海域腹地，将船停在2道海底大裂谷交汇处的深黑色海面上，抛锚，发动空气压缩机。我咬住排气阀，腰上绑紧20斤的铅块，握紧磨地锋利的3股鱼枪。我翻身跃入深不见底的黑色汪洋，铅块拽着我迅速下沉。10米、20米、30米，水温急剧下降，深海恐怖的水压像一面铁墙从4面8方挤压着胸腔。透过浑浊的海水，我终于看清了海底的景象。深渊裂谷边缘，静静卧着一艘长满藤壶的巨大古代木沉船残骸。我双腿轻蹬，贴着腐朽的甲板缓缓游动。突然，目光一凝，沉船底舱一道狭窄的裂缝里探出了2根足有半米多长、布满棘刺的触须，触须呈现出绚丽的蓝紫色斑纹，正随着水流缓缓摇曳。心脏猛地一跳，我瞪大眼睛，血液瞬间沸腾。找到了，眼前这只锦绣龙虾十分罕见，一身色彩明艳动人，单单看这长长的触须，就能猜出它体型格外壮硕庞大。我血液瞬间沸腾，死死握紧鱼枪，借着配重的下沉力，无声无息地朝底舱裂缝逼近。30米深的海底，死寂无声，耳朵里只有排气阀发出的沉闷咕噜声。我贴在腐朽的甲板上，一点点往裂缝边挪，手触到湿滑的青苔，50厘米、30厘米、10厘米。那只龙虾的半截身子露了出来，青、紫、蓝3色交织的硬壳。那只虾钳粗得像男人的胳膊，绝对超过10斤。死虾不值钱，得抓活的。我插回鱼枪，双手缓缓向前探，准备卡它的背甲。指尖刚碰到海水里的倒刺，底舱木板炸裂，海泥翻卷，一张长满细米獠牙的巨口带着狂暴的水流闪电般窜出。一条大腿粗的斑纹老海鳗，它没咬我，身子在水里一个诡异的扭曲，直奔我身后的供气软管咬去。软管一断，命就没了。腰腹猛然发力，双脚死死在烂木板上一蹬，整个人硬生生后拔半米，左手探出，一把攥住软管，死命一扯，咔嚓，海鳗的獠牙擦着橡胶管咬空，上下颚撞出清脆的鼓响。巨型海鳗扭头，3米多长的滑腻身躯像狂暴的水蟒，直接缠上我的右臂。恐怖的绞杀力袭来，骨头被勒得咯咯作响，血盆大口张开，对准我的脸咬下。左手反拔腰间的割网刀，由下至上，迎着他咬来的势头，一刀狠狠捅进他柔软的下颚，刀尖刺穿下颚骨，手腕发力猛绞，噗嗤，猩红色的鳗鱼血在墨绿的水里炸开，缠在手上的力量瞬间松了。我抬脚一记重踹将他踢下深渊裂谷，血腥味散开，已经隐约可见鲨鱼的影子了。回头看，那只锦绣龙虾正在往裂缝深处推。我双腿蹬实木板，右手猛然浅探，五指像铁钳一样，一把死死卡住它坚硬的背甲。龙虾尾巴疯狂弹动，力量震得手腕生疼。我反手扯开马网兜，硬塞进去，拉死绳结。刚要走，眼角瞥见裂缝底部几块贴在龙骨的礁石上，吸附着几个脸盆大小的黑疙瘩。双头黑豹，割网刀贴着礁石一插一撬，全部装进网兜。就在这时，背后浑浊的水流猛地一滞，一种被极其危险的顶级掠食者盯上的毛骨悚然感瞬间炸满全身。我猛回头，深海浑浊的光线边缘，3道犹如剃刀般的灰色背鳍已经穿透了鳗鱼血染红的水域，不是灰鲨，是体型更大、速度极快的公牛鲨。它们顺着血腥味呈扇形包抄过来，最前面的一头长满锯齿的嘴已经张开，灰白的眼球死死锁定了正在流血的我。距离不到20米，水下20米是他们的冲刺距离。我一把捏死网兜的绳口，根本来不及拉信号绳，双腿踩在沉船朽木上，腰腹爆发出非人的怪力，犹如踩了弹簧般朝上方猛蹬。轰！脚下的朽木大面积崩塌，身子如炮弹般向上窜出。回头看，3头公牛鲨已经犹如离弦的鱼雷般扑了过来，最近的一头甚至张嘴咬空了我刚刚踩碎的木板，水压急剧变快。10米，2头鲨鱼紧追不放，水底巨大的推水力已经扫到了我的脚底。5米，能看到水面上方机帆船的黑影，但我肺里的氧气已经耗尽，眼冒金星。水下1米，下方的巨口已经猛地朝我小腿咬来，哗啦，我破水而出，左手一把死死扒住机帆船的铁护栏，右手抓着网兜，腰腹借力，整个人犹如鲤鱼打挺般硬生生越过半米高的船舷。我重重砸在甲板上，就在同一秒，轰的一声巨响，一头2米多长的公牛鲨直接跃出水面，恐怖的巨嘴狠狠咬在刚才我扒过的船舷铁护栏上，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鲨鱼死咬了一口铁杆，重重砸回海里，翻起漫天白浪。我大口吞咽着空气，听着水面下剧烈撞击船体的声音，甩开手里的网兜，解开绳口。那只庞大的野生锦绣大龙虾砸在甲板上，挥舞着半米长的触须，凶悍示威。几个脸盆大的黑豹也滚落出来。我擦去脸上的血水，目光却被海面上的异样死死锁住。原本晴朗的东南面，此刻已经压上了一层如同墨汁般浓重的黑雨。一阵斜风，硬生生卷起了海底深处的冷水层。随着洋流翻滚，海面上漂浮过来一大片被撕碎的鱿鱼残骸。我盯着那些残骸，面上掩不住兴奋。我朝四周望去，这附近一定有顶级蓝鳍金枪鱼，真正的深海霸主，海中的软黄金。我一把扯下坏掉的空气软管，看着天际线那堵压过来的黑色风暴墙，我迎着风暴，一把将柴油机的油门推到了最底，逆行出海。海上风云突变，狂风瞬间卷起漫天狂浪。这艘不到20米的机帆船在大海中剧烈颠簸，每一次被抛上浪尖，都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彻底拍碎吞没。但我死死抱着舵盘，双目赤红，如同一个不屈的疯子，迎着几层楼高的巨浪，硬生生切入了风暴的最深处。
狂风撕扯着海面，海浪像一堵堵黑色的城墙，接连不断地砸在船头上。不到20米的机帆船在10米高的巨浪谷底疯狂摇晃，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随时都会散架。我死死扣住舵盘，半眯着眼睛，在漫天狂沫中搜寻着金枪鱼的踪迹。风暴越来越猛，洋流彻底紊乱，整片海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封闭漩涡。我死死锁定着金枪鱼的回游路线，正要推满油门全速追击，突然右前方漩涡边缘翻滚的白浪里隐约闪过一抹刺眼的亮黄色，不是雨，是一件救生衣。一艘白色快艇被巨浪彻底掀翻，底朝天飘在浪尖上，船底印着官方勘探标识。快艇旁边，一个人影正随着巨浪再浮再沉，双手死死抱着一块防撞垫，脑袋反复被浪头拍进水里，眼看就要被卷入帆船下方的漩涡。前世作为商业大亨，我太清楚官方人脉的价值，想建冷链加工厂，搞远洋舰队，没有官方背书寸步难行。救下这个人，就等于拿到最硬的护身符，这笔买卖值得拿命搏。我一把锁死船舵，抓起粗麻绳，一头死缠在驾驶舱铁柱上，另一头在腰间打了个死结。纵身跃入狂涛，巨浪兜头砸下，灌了满嘴潜水。我拽着腰间麻绳，一臂一臂地朝那个亮黄色的身影劈波前进。靠近了才看清，是个女人，20来岁，短发，脸色惨白，嘴唇已经发紫，救生衣半松，扣带被浪打断了一根。她双臂死死箍着防撞垫，意识已经模糊，嘴里灌进去的海水比吐出来的多。抓住绳子，我一把扯住她的救生衣领子，她眼皮半搭，根本听不见。没时间废话，我右臂勾住她的腰，左手反抓麻绳，一个浪头劈下来，两个人同时被按进水里，麻绳绷成铁棍。我死咬牙关，靠着腰间那根绳子一寸一寸往回转，等把她拖到船舷边，我的胳膊已经没了知觉。我单臂把他往上拖，他身子沉，加上湿透的衣服和救生衣，至少120斤。我蹬着船帮，连顶带推，硬是把他塞上了甲板。自己翻上去的时候，又一个巨浪拍过来，我半个身子悬在舷外，小腿在船板棱角上狠狠刮了一道。爬上甲板，我把他侧过身拍背排水，他呛了几口，吐出一大滩海水，剧烈咳嗽起来。你是谁？他声音嘶哑，眼神涣散。借你命的！别动，抓紧扶手！我是市联合工作组的陈斌，船翻了，同事。他挣扎着要起来，别找了。刚才在水里我扫过一圈，帆船附近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影，你先活着才能走人。他愣了一下，没再挣扎，靠回舱壁上，死死抓着铁扶手。我冲回舵位，解开锁，重新握住舵盘。风暴还在加剧，船随时会散架，得立刻决定是掉头回去还是继续。就在这时，我看到船头左前方不到30米，翻涌的黑色浪里，一道巨大的银蓝色影子，如同一枚重型鱼雷，正以惊人的速度贴着水面掠过。蓝鳍金枪鱼，体型大的不像话，它在追猎被风暴搅上来的鱿鱼群，每一次转向都带起一片白幕，速度快的肉眼几乎跟不上。我血液瞬间沸腾，这是风暴搅乱洋流才会出现的极端场景。深层冷水翻上来，把鱿鱼群逼到进水面，金枪鱼跟着猎物上浮。错过这一次，下回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回头看了一眼靠在舱壁上半死不活的陈斌，抓稳了，接下来会很颠。你要干什么？抓鱼。你疯了！这种风暴，我没再回话，从工具箱里扯出最粗的钢丝母线，一头绑死在绞车桩上，另一头挂上巴掌大的铁钩，穿上半条鱿鱼残骸裆耳，迎着浪把油门推到底，朝着那道银蓝色的影子全速切过去。船身剧烈颠簸，陈斌抱着扶手惨叫。我在甩得东倒西歪的甲板上站稳，看准金枪鱼转向的间隙，将挂着饵的铁钩甩入他掠过的水道。钢丝沉了不到3秒，嘣！绞车桩发出一声金属闷响，钢丝瞬间绷成直线，船头猛地一偏，咬上了，铁钩扎进了鱼嘴。钢丝在绞车桩上疯狂抖动，摩擦出刺耳的尖响。那头畜生的力量远超我的鱼护，他拖着整条船往前抽，船身倾斜，海水漫上甲板。我双手死死攥住钢丝往回拉，钢丝比刀还利，直接切进手套，割裂掌心，血顺着手指淌进海水里，但我不敢松手，钢丝会弹回来把人抽成2截。人和鱼死拉硬撞，整条船在风暴里被拖着转圈，1分钟、2分钟、3分钟，钢丝一寸寸割进肉里，掌心的皮肉翻开，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陈斌看到我的手，脸色害怕。你松开！那条鱼不值你的命！我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嘴。松手就是死，鱼不会停，时间仿佛在狂浪中凝固，只有钢丝及其残忍的割裂骨肉的钝痛和风暴的嘶吼。金枪鱼必须保持高速游动才能呼吸，这样被死死拉住，它快憋死了。突然，手里那股几乎要把我撕成2半的拉力猛地一松，它要出水了。船头前方10米，海面轰然炸开，一头体长接近3米，犹如重型鱼雷般的巨型蓝鳍金枪鱼，带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压迫感破水而出。它深蓝色的脊背在暗无天日的风暴中闪烁着令人胆寒的金属光泽，将近300多斤的深海霸主飞跃在半空，巨大的身躯带着毁天灭地的惯性，直直朝着机帆船的驾驶舱砸来。
女人惊恐地闭上眼睛，绝望尖叫。就在这0.1秒的生死关头，我松开已经见骨的左手，反手一把抄起脚边那根生锈的金刚鱼叉，腰腹肌肉瞬间绷紧到极限，甚至发出了肌肉纤维撕裂的噼啪声。我双目赤红，迎着砸下来的那座肉山，狠狠将鱼叉投掷而出。给老子死！鱼叉化作一道寒芒，以极其刁钻的角度，瞬间贯穿了金枪鱼的鱼鳃要害，直刺心脏。滚烫的鱼血油在半空中炸开，劈头盖脸的浇了一身。轰隆！失去冲势的庞大身躯擦着船舷，重重砸在甲板上。整艘10几吨重的机帆船剧烈倾倾，几乎要被压翻过去。随后又在一阵牙酸的木头断裂声中重重回落，死寂。除了风雨声，甲板上只剩下那头巨兽在发出濒死的神经性抽搐。紧绷到极限的神经一旦松懈，无尽的黑暗瞬间吞没了我的意识。我两眼一黑，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重重砸在混杂着海水和鲜血的甲板上。你醒醒！昏迷前，我只听到那个女人带着极度震撼和慌乱的喊声。黑暗，我坠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梦。梦里，我回到了前世，冰冷的摩天大楼顶层，我独自站在落地窗前，庞大的商业帝国在脚下运转，身后却空无一人，只有尔虞我诈，没有一丝温度。随后是极其剧烈的颠簸，耳边断断续续传来陈冰嘶哑的喊声：“撑住！我把船开回去！你别死！”柴油机的轰鸣混杂着狂浪，这个连舵盘都握不稳的女人，竟硬生生把船开出了公路。不知过了多久，船身猛地一震，撞上了什么东西，风停了，外面爆发出震天的倒吸凉气声。老天爷！300多斤的金枪鱼，活见鬼了！是邻居张叔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杂乱的急促脚步声。快！你发呆了！太厉害，下船！一只冰冷颤抖的手死死抓住了我，伴随着女人崩溃撕裂的哭声。林海，你怎么了？求求你们救救他！是秋月，一阵天旋地转。我猛地睁开双眼，刺鼻的高粱酒味直冲鼻腔，视线逐渐对焦。我在船上，我躺在漏风的破石屋里。秋月跪在床边，脸色煞白，满眼是泪。她手里捏着烧红的粗针，正带线穿过我皮肉翻卷的虎口。大夫不在，伤太深，我得给你缝上。她手发抖，眼泪直掉。陈冰穿着半干的风衣站在角落，长舒一口气：“你这疯子总算醒了。那头鱼把你们村的人都看傻了。还有你带上来的那只大龙虾和黑豹，我帮你养在水缸里了。”我点了点头。我看着哭泣的秋月，前世的孤独与此刻的真实感彻底重叠。这一世，我不仅要打下帝国，更要护他周全。继续放手。我声音沙哑。秋月咬牙倒下烈酒，穿针引线，剧痛。我死咬后槽牙，牙龈渗血，没发出一声痛哼。抬起沾血的右手，抹去他的眼泪。别哭，一头鱼而已，要不了我的命。陈冰眼神剧烈颤抖，沉默地别过头。院外突然传来叫嚣：“林海那废物呢？让我看看死了没！”陈天豪带人踹开半截鱼肚，他走到窗外，看了一眼躺在血泊里的我，不仅没走，反而扫了一眼屋里的秋月，嘴角勾起阴邪阴毒的冷笑。命真硬。林海，那头金枪鱼我拿500块收了。这批货你一个残废保不住。秋月怒吼：“这是他拿命换的！滚！”陈天豪盯着秋月，护肤心切啊。林海，粤海楼想要的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你守不住好货，也护不住这么标致的媳妇儿。今天你不交，明天我让你家破人亡！打手们举起铁棍准备砸门，我一把掀开破被子，光着上身，胸口渗血，不顾刚缝好的手臂，我单手抄起床边那把沉重的开山斧，一步步踏出房门。目光如狼，死死锁定陈天豪，没有废话，只有玉石俱焚的杀气。陈天豪对上我的眼睛，脸上的张狂僵住，他打了个冷战。他知道再往前一步，我会一斧劈开他的脑袋。算你狠，看你能硬到几时。陈天豪咬牙退后，眼神更加恶毒。咱们走着瞧。他带人灰溜溜的撤走，危机暂除，我强撑着起身，得赶紧送货。秋月死死拉住我的衣角，你手还在流血，我不准去。陈冰也挡在门前，皱着眉，伤口的剧痛让脑子清醒了几分，失血过多，这副状态确实熬不到镇上。我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向门外，老李叔，去码头买几百斤碎冰。
把金枪鱼安置在船底活水舱里，大足氧气，稳住心活动。我看着秋月，今晚先养着，明早我亲自压车。秋月满眼心疼，长舒了一口气。村里老李头正带着人推房重建，家里到处是泥水砖头，根本没法住人。傍晚，我包了辆拖拉机，带着秋月直接来到镇上，在最好的国营宾馆开了一间套房。推开房门，脚下是柔软的地毯。秋月局促地站在门口，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这得花多少钱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用左手关上门，揽过他单薄的肩膀，去放热水，帮我擦擦身子。浴室里热气氤氲，褪下带血的外套，秋月小心翼翼地拿着热毛巾，避开我皮肉外翻的伤口，一点点擦去血污和海盐。她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我的背上。哭什么？我转过身，我怕昨天就这么失去你了。他抬起头，眼神里再无过去的恐惧与防备，只剩下毫无保留的深情。我揉了揉他的头发，林家翻身了，以后我只要你过好日子。秋月脸色一红，轻轻捶了我一下。哎呦，痛痛痛！伤口裂开了！我夸张的大喊。秋月闻言顿时慌了起来，忙检查我的伤口。我一把把他揽进怀里。这段日子辛苦你了。秋月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你才是，下次再这样我就不管你了。好。次日，我带着鱼直接去了苏雅的饭店。车刚停稳，2楼 VIP 包厢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极度慌乱的惊叫声。苏雅脸色惨白地从楼梯上冲下来，差点撞到我。我一把拦住她的肩膀。发生什么了？投资考察团大领导突发心脏病休克了，他要在我的厂子出了事，这饭店就全完了。一向八面玲珑的他，此刻满是绝望和慌乱。我眼神一沉，这位大领导绝对不能死在这。他要是死了，我这船金枪鱼不仅砸在手里，我计划中建立远洋船队的最大官方靠山也就断了。我拖着一身血腥味，大步冲向2楼，一脚踹开包厢大门。地上，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正捂着胸口痛苦抽搐，面色已经憋成了骇人的青紫，喉咙里发出拉风箱般的嘶吼。随行的医生满头大汗，倒出几粒速效救心丸，就要往领导嘴里塞。住手！不能喂药！我厉声喝断。我一眼扫过桌上刚动过几筷子的海螺和虾蟹，再看领导脖子上迅速泛起的大片红色风团斑块，瞬间看破死穴。前世我掌控着顶级高端海鲜餐饮产业链，这种极度凶险的重度海鲜组胺过敏休克，我见过不止一次。把它当心脏病治，吃救心丸扩张血管，只会加速毒素游走，当场毙命。医生被我这满身是血的狂态吓了一跳，随即勃然大怒。哪来的疯子！别耽误我急救！他毫不理会，拿着药继续往领导嘴边递。角落里，2名保镖反应极快，瞬间围住了我。站住！双手抱头！面对警告，我一步未退，这关乎我的商业底牌。迎着所有人的惊骇，我如同一头狂狮般硬扛着警卫的威压，猛地撞开医生，一把打飞他手里的药瓶，玻璃碎了一地。他这是海鲜过敏引发的喉头水肿！我怒吼着，一把将快要窒息的大领导从地上提起来，从背后死死抱住，双拳合拢，顶住他的腹部，强行使出海姆立克急救法与暴力的物理催吐。不想他死，就全给我走开！1、2、3！我咬紧牙关，连续3次猛压大领导的腹部，双臂刚刚缝好的麻线隐隐崩裂渗血。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痉挛，男人猛地前倾，将胃里未消化的海鲜毒物连同酸水大口大口地喷吐在地上。毒物吐出，大领导喉咙里发出呵的一声长长的进气声。原本青紫的脸色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胸膛剧烈起伏，呼吸终于平稳了下来。我松开手，大口喘着粗气退到一边。首长，随行医生冲上前，飞快地翻开眼睑，摸脉搏，随后犹如烂泥般瘫坐在地上，浑身冷汗瞬间湿透了衬衫。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后怕与强烈的感激。神医，你今天不仅救了首长，也是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啊！2名保镖见状，看向我的目光中透着深深的敬畏。苏雅反应极快，赶忙端来一杯温水服侍大领导喝下。他长舒了一口气，顺势扬起一个得体却不抢风头的笑脸。首长，您刚才可把我们吓坏了，多亏了林海兄弟临危不乱，不然我这巨阳大饭店今天可就真成了千古罪人了。大领导彻底清醒过来，他看了一眼满的冷气，又看向站在一旁光着膀子缠满血纱布的我，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星光。小伙子，是你救了我，你叫什么名字？领导声音还有些虚弱，但不怒自威。林海。
一个打鱼的。我语气平静，没有半点谄媚。打鱼的。大领导上下打量着我骇人的伤势，眉头微皱。怎么伤成这样？我不抢话，一旁的苏雅极其聪明的接过话茬，顺水推舟。首长，林海可不是普通的渔民。为了给咱们考察团寻摸一件真正拿得出手的镇海之宝，他刚从死神手里抢过来一头300斤的极品蓝鳍金枪鱼。他这满身的伤，全是为了把这活鱼保下来。现在鱼就在楼下水车里打停呢。300多斤的蓝鳍金枪鱼，包厢里的官员们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面面相觑。在这年代，这种深海巨物简直是天方夜谭。领导靠在近海撒绝户网刮地皮，早晚把海吃空。我深吸一口气，掏出底牌。这片海域不缺宝库，缺的是打开宝库的钥匙。只要有大铁船，我不仅能把这种级别的金枪鱼源源不断的捞上来，我还要在咱们这儿建立第一条直供省城的高端海鲜冷链加工厂。不仅做捕捞，还要做全产业链。一番话掷地有声，在一个浑身是血的穷渔民嘴里，竟然吐出了冷链、全产业链、现代化远洋舰队这种连很多官员都还听不懂的超前词汇。大领导看着我，眼底的赞赏之色再也掩盖不住，突然拍案叫绝：“好气魄，有胆识更有脑子！”他转头看向身后的随行人员：“那头金枪鱼我包了，你明天送过来。另外，去给市信用鹤打个招呼，像林海同志这样有眼光、有血性的实干家，我们必须全力扶持，给他批最高额度的无息商业贷款，一路绿灯。我要亲眼看着这支远洋船队建起来。”大领导看向我，爽朗一笑：“小伙子，给我个面子，今天洗洗手，就留在这里陪我们一起吃饭吧。”恭敬不如从命。我一口答应。苏雅在一旁看着我，眼波流转。从巨阳大饭店出来，下午3点多，秋月还在宾馆等我，但我没直接回去，怀里揣着大领导亲笔签的特批条，1万块无息商业贷款，是信用社即批即放，这笔钱购买一条大铁船。我直奔镇信用社，而我不知道的是，造船厂院墙外堆满废铁皮的暗角里，陈天豪正带着2个保镖盯着我的背影。豪哥这小子搭上了大领导了，1万块贷款100吨铁船，他要搞起远洋船队。苏雅垄断了货源，咱粤海楼就得喝西北风。陈天豪把雪茄碾灭在铁皮上，一个烂赌鬼也想骑到老子头上，带人废了他。废个屁！你没看他拿铁棍那疯狗样，硬碰硬你们全得折进去。陈天豪眯起3角眼，嘴角挤出一丝阴狠。别急，老子有的是办法。信用社大门，我推门进去。大堂经理一看我这身打扮，破褂子、渗血纱布、干涸的鱼血，直接捂鼻子拦人：“出去，出去！金融机构不是收容所。”我把特批条拍在柜台上，经理随手瞥了一眼，脸僵住了，抓起来凑到眼前看了3遍，腿就开始打摆子。您里面请，上茶。15分钟，1万块本票到手。郑国营造船厂厂区码头最里面的泊位上，停着一艘30多米长的100吨级退役铁船，军绿漆斑驳，甲板架着重型绞车，驾驶舱顶上顶着雷达罩，钢板厚实，龙骨没变形，就是它了。我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秃顶老头翘着2郎腿看报纸，桌上半杯凉茶，一盘花生米。厂长外面那艘100吨铁船卖不卖？他从报纸后面露出半张脸，上下打量我一眼，摆摆手：“卖是卖，底价1万。”小伙子，那不是你们村的破木船，别捣乱，走走走。我把本票拍在桌上，正好压住那张报纸。1万船我要了，今天签合同。厂长眼珠子滑到桌面上，1秒，整个人弹射起立，老花镜差点飞出去。是信用查特批的，这账能走流程吗？能，马上。您坐。我叫财务，小王，小王，换茶。不急，我转身往外走。验什么船？状况好得很，退役前刚保养过。我已经踩上了舷梯，上甲板，蹲下抠焊封锈层，浮锈底下钢板实心，没腐蚀穿透。柴油机什么型号？多少马力？厂长之舞，具体参数得翻档案。6135型对吧？通病是冷却水管老化，跑不了200海里就过热。换过没有？厂长张了张嘴，我已经下到机舱，绕着柴油机转了一圈，摸排气管，看有底壳。排气管垫片渗油不严重，换新的就行。冷却管这段橡胶接头发硬开裂了，
出远海前必须全换。厂长站在舱口，脸色从震惊变成尴尬。我爬上来进驾驶舱，拧开雷达侧面板。进化线氧化，能修。舵机呢？舵机是好的。我走到船尾，握舵轮左右转了转。间隙偏大，不影响使用。又走到脚车前拉钢缆。钢链能用，但得备一卷新的。转身看着厂长。冷却管全换，排气管垫片换新，雷达缝线重焊，这3样你厂里免费修。厂长苦脸，这1万块我没还价，但这些毛病你心里清楚，卖之前不说叫什么？厂长脸红一阵白一阵，咬牙。行。车间老师傅给你修，3天弄好，再送2桶柴油，1卷备用钢链，成交。我伸出缠着纱布的手，他犹豫了一下，握上了。合同签完，产权证和钥匙到手，资金、渠道、船只、靠山全盘活了。天黑了，我拦了辆3轮车，直奔国营宾馆。推开门，秋月坐在床边发呆，头发还湿着。听到响动，猛地抬头，看见是我，整个人松了下来。怎么去这么久？伤口又裂了。我掏出产权证，在他面前晃了晃。咱家有船了，100吨大铁船，3天后提货。秋月愣了几秒，多少钱？1万。他脸白了。1万？哪儿来的1万？无箱贷款，大领导特批的。我坐到床边，拉过他的手。秋月，不是拿去赌的，那船开出去一趟远海，最少挣5000，2趟回本。他低着头，手指在我掌心里发抖。我信你，就是怕。怕什么？怕你出事。上次差点死在海里，现在船更大，去更远。我把他揽过来。每次出海前我告诉你去哪儿，什么时候回，到点没回来你去找陈冰。陈冰是谁？帮过我的人，以后你会见的。饿了。走，下楼吃饭。今天点肉。太贵了吧？咱家有船了，吃顿肉吃不起。次日清晨，我先去饭店冷库查金枪鱼。昨天苏雅按我吩咐买了碎冰铺活水舱里300多斤的蓝鳍金枪鱼，躺在冰水里，鳃盖还在吸动，鲜活度保住了。苏雅在后门等着，4个壮汉把鱼抬走。她蹲下翻腮部看眼球，腮色鲜红，眼球饱满，腹部弹性十足。她站起来盯着我。没有冷链车，300多斤金枪鱼保鲜超过12小时，你怎么做到的？碎冰加海水0到4度，鱼体不直接碰冰，中间隔盒湿麻布防冻伤。捕获后第一时间放血，断尾部血管，防乳酸堆积，肉质发酸。苏雅看我的眼神变了。你到底什么人？打鱼的，货款结一下。他进办公室拿出一个信封，1000块，大领导包鱼的全款。另外，考察团点名要签长期供货协议，每月2批深海高端海鲜直供省城，价格你开。协议回头谈，船弄好稳定产量再签。行，但窗口不会等太久。省城还有别的供应商盯着，1个月内给你答复。我走出来，秋月站在租的3轮车旁，手里攥着小本子和铅笔。多少钱？加上之前的还剩1300块。他认认真真写下数字，一笔一画，歪歪扭扭，但清清楚楚。走，去供销社。供销社，50米尼龙烂绳2副，重型鱼头3号各20只，防水手电4把，急救胶箱1套，柴油滤芯2个，机油2桶。售货员跑前跑后找货，秋叶跟在旁边，每样记下品名和价格。还有2床厚棉被，50斤大米，10斤面粉，2斤红糖，碘臼1瓶，纱布1卷。秋叶笔顿了一下，抬头看我。家里东西被砸了，得重新置办。他低头继续写，耳朵尖红了。结账时，我看到柜台角落一匹碎花棉布，蓝底白花。这布怎么卖？1块2一尺。来5尺。秋月猛抬头，买布干什么？给你做件新衣裳。身上那件补丁该换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把叠好的布抱在怀里，一路没吭声，但嘴角一直微微翘着。出了供销社，主街不长，走几百米就到停3轮车的路口。等一下，秋月停下脚步，指着街边馄饨摊。我想吃碗馄饨。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说想吃什么。行，你去吃，我把东西搬车上，吃完在摊子等我，别乱走。我把碎花布塞给他，提着几大包物资拐进旁边巷子。巷子两边是仓库后墙，头顶晾一绳滴着水。走到一半，脚步顿住，前方巷口一辆面包车横停着，堵死了出路。身后脚步声响起，转头3个人走进来，中间光头金链子，右腿打着石膏拄拐杖。海龙哥，两边跟着2个陌生壮汉，腰间鼓鼓囊囊。林海，好久不见。
海龙哥咧嘴，露出缺了2颗的门牙。我放下包，后退半步靠近他。腿没好就出来蹦跶。腿是你废的账我记着，不过今天不是来算账，有人想见你。面包车侧门划开，陈天豪跨出来，花衬衫外套，黑皮夹克，眼角那道疤格外狰狞。林海兄弟，他拍拍海龙哥肩膀，我跟海龙大哥一见如故，发现有个共同朋友，有话直说。陈天豪收起笑，你最近风头太盛，大领导的贷款苏雅的渠道，100吨铁船一个渔民，吃相太难看了。所以船的产船证和苏雅的供货合同转给我，你的债一笔勾销，另给100安家费，带你媳妇儿去别处过日子。这片海不适合你，不卖。想清楚，你那船可能莫名其妙着火，供货渠道可能被举报，大领导的特批条也可能查出程序问题。威胁完了，说完了我去接我媳妇儿吃馄饨。陈天豪脸彻底阴下来，看了海龙哥一眼。海龙哥从怀里摸出一只布鞋，秋月的，我瞳孔骤缩。你动了他。陈天豪摊手，别急别急，人好好的，在车里坐着还给买了碗馄饨。林海，你是聪明人，我能从馄饨摊请走他，就能从任何地方请走他。你的船、你的货、你的贷款，加一块不如你媳妇儿一根手指头值钱。我低头看着那只鞋，再抬头，陈天豪对上我的眼神，下意识退了一步，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让人汗毛倒竖的冷。30秒把人完整带到我面前，否则你走不出这条巷道。2个壮汉掀开衣摆，亮出腰间钢骨。海龙哥拄着拐吼：“你以为还是码头上以一敌3？今天你有3头6臂也翻不了！”我突然转身，一脚踹翻墙边堆的空玻璃瓶箱，碎玻璃炸了一地。所有人下意识闪避的瞬间，我从墙角抄起供销社卸货用的铁锹棍。第一个壮汉冲上来，钢管劈头砸下，我侧身让路，撬棍抡在他钢管上，虎口崩裂，钢管脱手，顺势一个突刺戳他太阳穴旁，没戳实，但够他2眼发黑，撞墙滑倒。第二个绕侧面包抄，我上部医疗中他手腕，钢管落地，反手横扫膝弯，他跪进碎玻璃里嗷嗷直叫。10秒，2个全倒。海龙哥缩到陈天豪身后，陈天豪脸白了，强撑：“打倒2个有什么用？你媳妇儿还在车里。”我一个电话车就开走。巷子外急促脚步声，林海，陈斌的声音。他从巷口快步进来，身后跟着4个彪悍保镖，一眼扫清局面。怎么回事？他们绑了秋月，人在车里。陈斌脸沉到冰点，看向陈天豪。光天化日绑架，够你吃几年花生皮。陈小姐，你别听他胡说，请他媳妇儿聊聊。聊天带钢管，陈斌一挥手，车上的人带出来了。保镖分2组，一组冲向面包车，一组封死巷子2头。车门拉开，秋月缩在最里面，双手被绑，嘴贴着胶带，干警跳上去解绳丝胶带。他光着一只脚从车里跳下来，踩着碎石踉跄一下，直直朝我扑过来。我扔掉炮棍接住他，他挂在我身上抖得不行，指甲扣进我后背。没事了，我在。陈天豪被铐住往车里塞的时候，扯着嗓子喊：“是海龙哥飞呀，手栽赃！”海龙哥跳出来：“是你找的我！你说只吓吓他，让他把船让出来。放屁！绑人是你出的主意。”2条狗当场互咬，陈斌冷冷看着，一个字不打断。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低声问。你救了大领导，我是来盯着你的，找你谈事。到魂滩发现你媳妇儿不见了，摊主说有人把她塞上面车，我沿街找过来的。他顿了下，晚5分钟，人可能真拉走了。以后你媳妇儿不能再单独落单。我点头。吉普车发动，带走了陈天豪和海龙哥。绑架之前的劣迹，短时间别想出来。巷子安静了，秋月从我怀里抬头，红肿着眼。鞋丢了，我背你。不用。没等他说完，我蹲下把他背起来。他趴在我背上，双手环着我脖子。我弯腰捡起散落的包裹和他的小账本，一步步走出巷子。林海，以后别让我一个人了。
好。回村的3轮车颠了1个多小时，他攥了我1个多小时的手。远远看见村口，秋月突然坐直。那是咱家。 3间崭新大瓦房立在那儿，红砖青瓦，院墙比原来高半米，大门刷了桐油，夕阳下泛着暖黄色。老李头站在门口指挥小工收尾，见我们过来咧嘴迎上来。大海，3间正房全完工，灶台盘好了，今天失了火，通风拔烟没问题。秋月站在新院门前，整个人愣住。这是咱家，你的家。我牵他走进去。 院子靠墙砌了水泥洗衣台，旁边蓄水缸盖着木板。推开正房门，新床散着泥土石灰味，铺着新棉被。东墙灶台搁着新锅，木框玻璃窗敞亮。他摸了摸灶台，拍了拍床沿，走到窗前推开，海风涌进来，夕阳正沉进海面，半边天烧成橘红色。他站了很久，转身，眼泪无声淌下来，走过来抱住我。我有家了，以后谁也拆不了。那晚秋月在新灶台做了第1顿饭，白米饭、炒鸡蛋、紫菜蛋花汤，简单但做得极认真。吃完饭，我坐在院里石墩上看海，远处码头几盏鱼灯在海面上晃。3天后提船，船员还没招，航线没事，供货协议没签，路还长，但最难的一段过去了。秋月端了杯热水出来，挨着我坐下。3天后去提船。 新船到了，要跑趟远海试机，海上待2、3天。你在家把门关好，有事找老李头。回来带你去镇上下馆子。他抬头看我，眼睛在星光下亮亮的。好。半个月后，清晨，海雾未散，深水码头上，100吨大铁船稳稳停在泊位上。 冷却管全换了，雷达中焊过，柴油机保养到位，甲板上码着缆绳、鱼枪、冰桶、急救箱，船头铁栏杆系着一条红布。秋月用碎花棉布边角料缝。他说新船出海得系红讨吉利。我站在驾驶室，手握钢舵，身后甲板上老李头的大儿子李根检查缆绳，干过5年近海，手脚麻利。轮机舱里退伍，老兵老赵在热机，以前海军扫雷艇上的轮机兵，陈兵介绍的。 加上隔壁村挖来的老渔民当甲板长，4个一条船。码头边，秋月穿着新做的碎花蓝布衫，辫子被海风吹起来。他冲我挥了挥手，我按下汽笛。长鸣震散晨雾，惊起一群海鸥。码头上围观的村民全抬起头。老张叔、张婶，那些嘲笑过我的人站在岸边，没人在笑。推满油门，100吨大铁船碾碎白浪，驶出港，驶入深蓝色大海。我的深海商业帝国正式起航。